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呢是一个全新的节目，小马说书，希望大家会喜欢。而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他，而这本也是在他有生之年里面写过很多书的最后一本，光是回忆录就有2本，但是那些都是李光耀追忆过去的书。今天呢，小马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李光耀观天下》又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有非常大的不同，因为这是李光耀留给未来的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本书是关于我对世界以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各股力量相互角力的看法。而各股力量就包括了美国啊、中国啊、欧洲等等的势力。连我自己本身都对这本书充满好奇心。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小马识途，不是老马糊涂啊。如果是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就麻烦你们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铛，谢谢，阿里嘎多 ，Thank you。欢迎来到我们小马说书的环节啊。本期节目要和你分享的是李光耀观天下，这是89岁的李光耀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本书，也是他的绝笔。到底他是怎么样看待当下的世界？怎样预判世界的未来呢？这也是李光耀观天下留下来给大家最大的思考。本来这本书的英文版呢，最早是出版于2013年的，而在出版之前，世界舆论呢就有2个焦点，一个可以概括为美国怀疑论。这种论调，他们认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因美国而起，而2011年又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再加上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着种族歧视、贫富差距等等社会的问题，一些人他们就开始怀疑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领头羊，它的地位还能撑多久呢？资本主义还能撑多久呢？而另外一种论调可以概括为质疑中国论。他们认为，既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2了，中国的动机不纯，它迟早是要向美国发起挑战的。他们甚至认为中美之间极有可能爆发军事通缉。但这本李光耀观天下给了这2种言论当头一棒。在李光耀看来，因为发生了紧紧的金融危机，就质疑美国还要抛弃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不单是反应过度，而且是错误的，因为资本主义远没有达到要灭亡的程度，而美国在逆境当中的反弹能力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很多。当然，中美2国所发生的冲突呢，是不符合2国的愿望的。美国更没有必要与中国长期为敌。那么大家一定很想知道，李光耀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呢？他在分析预判这些大国关系的时候，到底使用了哪些方法和工具呢？他给这些问题都开出了一些药方，而答案都在这本《李光耀观天下》里面。所以可以说，这本书不单只是作者有分量，观点有力量。因为这些原因这本书在出版过后，在整个国际社会好评如潮，包括日本前首相、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美国前国务卿都给过这本书点赞而这些人都是国际政治里面的大佬。美国前总统老布殊也说，这本书里面蕴藏的智慧和对人性的观察，将会受到未来领导人的正视。好，说到这里，想必你已经好奇，李光耀究竟是怎么观天下的？下面我将从3个方面和你一起理解这本书。首先，李光耀观天下的方法论是什么？换句话说，他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没有竞争力的标准是什么？
其次，在方法论的基础下，我们来看一下李光耀是怎么看未来世界的，特别是未来世界几个大块头之间的相互角力。而来到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历史是如何评价李光耀的，包括他的英语至上主义，还有他在中美之间的平衡技术，以及他领导新加坡取得的成就。好，第一部分，下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李光耀的观天下的方法论到底是什么？这本李光耀观天下内容非常的多，所分析的对象除了国际关系中的几个大块头，比如说中国啊、美国啦、澳洲啦、欧洲啦，还包括印度、日本、朝鲜、东南亚、中东，当然也包括新加坡本身。不过我们知道万变的不离其宗啊，我从这本书里面就能够为你囊括出了李光耀观察世界的4个指标，其中就包括了第一人口，第二语言，第三传统，以及第四贸易。如果你要把一个国家比作一辆汽车，那么这4个指标就可以看作是它的4个轮子。如果这个国家的这4项指标越高，就相等于它获得了4轮驱动，它的发展动能就越强。如果4个指标里面有1、2个扯后腿的，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动能就会受影响。如果4个指标都垫底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基本上就失去了竞争优势，注定会陷入平庸。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指标，人口。在李光耀的眼中啊，人口是第一重要的问题。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啊，就是在未来世界的竞争呢，都是人口资源的竞争。而人口问题呢，其实核心是有2个，第一是老龄化，第二是少子化。多少的少，老龄化是结果，而少子化就是整个老龄化的主要原因。国际上一直把妇女一生中生儿育女的总数称为这个生育率，正常的生育率的水平呢，其实是 2.1， 也就是说一个妇女一生中她们平均生育的指数如果不少于 2.1 个，那么这个社会人口的新陈代谢就是属于比较正常的。如果这个指数越低，则证明这个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就会越严重。而在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我们看到老龄化问题普遍存在，只是程度有别。新加坡的平均生育率在20世纪80年代末是几乎接近 2.0 的，而这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但是啊，到了201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就下降了 1.15%， 是整个历史的新低。在过去，其实你看到，当农历的龙年的时候，新加坡的生育率其实会小幅的上涨。但是啊，在1988、2000年、2012连续3个龙年，新加坡新生儿的出生率都在下降。当然，众所周知啊，老龄化压力最严峻的国家是日本。你要知道，在2战结束之初啊，日本的人口是将近7200万的，而在战后的3年，也就是1947到1949，日本曾经爆发了第一波的婴儿潮，就是说这3年出生的新生儿都超过了800万。甚至后来呢，日本的作家出了一部小说，把战后20年的日本新生儿一代称作团块的世代，团结的团，快乐的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世代的人紧紧密密的团结在一起，支撑着整个日本的发展。但是啊，到了2007年，日本的团块世代相继退休，从2009年开始，日本的人口连续下降。如果说1950年日本每10个劳动者必须供养1个老人化，根据李光耀的预计，到了2022年，可能每2个日本年轻人就要供养1个老人。再到2060年，则可能是每 1.3 个日本年轻人都必须供养1个老人啊。所以说，如果问题不解决，那么日本的年轻人将再也无法承受。能不能改变呢？你会说多生多养不就可以了吗？或者政府方面就多发一些生育补贴也可以啊。但是李光耀认为，问题就在于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已经改变了。
女性接受了教育，她们获得了平等就业的机会，她们不再把生儿育女、照顾家庭看作是首要的任务，而是要像男人一样发展他们的事业。她们希望有自己的时间和追求，不想再受子女的牵绊。这一点从日本到欧洲到新加坡，全世界都一样。为此呢，有些西方国家甚至开始接受同居文化，或者承认非婚生子女。但李光耀说，这么做虽然有助于改善整个生育率的问题，但又无意间有效的鼓励了不结婚的现象。那么问题怎么能够解决？李光耀说，如果他还执政，他会在新加坡给新生儿发婴儿花红，就是发这个生育的补贴。虽然这个办法不能改变女性的生育观念，但目前来说并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而另外一个应对人口问题的方法就是接纳移民，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够非常有效的吸纳高质量的移民。同时，移民政策也要面对两重的局限：第一，移民不能够引起本地居民的反感；第二，也不能够超出本地社会的承受能力。因此呢，这个出台移民的政策呢，应该格外的谨慎。好，我们说了人口这个因素，大家能够好理解。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说语言。李光耀认为语言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很多人可能会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他们会说，你看联合国不是有5种官方语言吗？但李光耀说，语言可是个关键因素，而且每个国家都必须要有一种人人都听得懂的共同语言，并且要做到这一点呢，是非常不容易。而在语言问题上呢，李光耀是很认同印尼的国父苏加诺的做法。他说，苏加诺把马来语而不是爪哇语确定成为了印尼的第一语言，这是苏加诺献给印尼人最好的礼物。你要知道，在印尼啊，爪哇族人多势众啊，苏加诺本人他也是这个爪哇族。如果苏加诺要把爪哇语定为印尼的第一语言，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印尼的第一语言不是爪哇语，而是马来语。要了解到这一点，就必须具体的回到印尼的具体国情。印尼是一个千岛之国，很多在海岛上的民族日常是不用爪哇语的，他们把爪哇语当作是外来的语种，极力的排斥。如果强制使用爪哇语，就会给国家埋下分裂的隐患。而马来语是印尼的商人和海员在国内各地通行的语言，已经被大家普遍的接受了，而且东南亚的国家也都接受马来语。因此，他把马来语而不是爪哇语定为印尼的第一语言，是一个很务实的决定。也正是因为类似的原因，李光耀效仿印尼，把英语而不是大多数新加坡人用的华语或者马来语作为新加坡的第一语言。而李光耀观察第3个的重要指标是传统，因为一个国家的传统会影响他做决策的习惯，并影响做决策的执行效果。比如他说中国，如果要在中国实行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这根本就行不通，因为中国有这5000年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中央虚弱，国家就会混乱；中央强大，国家就安全。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太多了。中国的这种中央强大，则国家就能稳定繁荣的心态，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甚至好几千年。所以对中国而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这是过去的传统留给未来中国的竞争智慧，在短期内不可能背离这一个原则。而传统在经过了历史的沉淀，其实会形成一种制度。当然，并不是所有由传统积累而成的制度都有助于塑造国家的竞争力。相反的，有的传统还会成为障碍，比如说印度。李光耀认为，印度的文明虽然也源远流长，但种姓的制度阻碍了印度的发展。这种制度也限制了印度的社会不同阶级的流动。接下来，李光耀观看天下的第4个指标是贸易，准确的来说是自由贸易。在李光耀看来，一个国家参与自由贸易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
一个世界实行自由贸易的程度，也决定了未来世界整体有没有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的世界应该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迈进。但遗憾的是，世界贸易组织在多哈回合的谈判谈了将近10年，也没有结果。当然，就算在短期内达不成全球性的贸易协定，而退而求其次，达成国与国之间的双边自贸协定，也总好过什么都没有啊。用李光耀的话说，二等奖也是奖，总好过什么奖都没有。所以总结第一个部分啊，在李光耀看来，决定未来世界改变力量的因素有很多，但有这4个指标最为关键，分别是这个国家的人口有没有活力，这个国家有没有通用的语言，以及这种语言与世界接轨的程度。第3，这个国家的传统能否为它的发展提供正向的支撑。第4，这个国家参与全球自由贸易的深度和广度。而这4个关键指标构成了李光耀观天下的4把量天尺，而他也用这一些指标逐一分析了当下世界几乎所有的经济体，并把每一个经济体都下了一个简明重要的这个评语。总结他就会说啊，日本会走向平庸，韩国会继续增长，种族主义会让马来西亚处于劣势，印尼的中央权威会弱化，而越南背负着解不开的思想的枷锁，中东正在存在转型的痛苦，而新加坡处在十字路口。在李光耀分析的所有经济体当中，除了他的祖国新加坡以外，最关注的就是一组三角关系，中国、美国和欧洲。这3个作为当今世界力量博弈的大玩家，他在这本书中提到的所有国家当中，李光耀给2个国家打分最高，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李光耀高度肯定了中国的发展成就，在他看来，中国将会继续不露锋芒，保持谦虚的悄悄崛起。但是呢，李光耀还是给中国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套用他观察世界的4个指标来衡量，中国在传统和自由贸易2项指标上存在竞争的优势。传统自然不必说，而在自由贸易方面，中国也是全球化的这个受益者，会继续积极参与自由贸易。但是呢，中国在语言和人口2项指标上都逊色于美国。比如说在语言方面啊，中文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难学的语言啊。李光耀花了50年的时间学中文，但他还是自我感觉他掌握得不够的地道。而美语与英语系出一脉，没有障碍，语言上的差别会导致他们2国在吸引人才和获取跨国投资方面呢，竞争的力量呢是有大不相同的。那么美国的表现又如何呢？在李光耀看来，美国几乎在所有的4个指标上都非常的出事。尽管在最近的20年里面，有3件事是打击了美国的声誉。第一件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2场战争，以及08年由美国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前2场的战争呢，拖拉又凌乱，还频繁发生美军误伤平民的事件。而金融危机以及美国为应对危机而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等等，更是让整个世界头疼。而因为这些原因呢，有人怀疑美国是不是已经走在下坡路的声音呢，已经越来越强烈。美国真的陷入衰退了吗？李光耀否定了这个说法。他给美国的评语是陷入困境，但是优势仍在。请注意这里的用词是困境，而不是衰退。在李光耀看来，美国在整个历史上面对着很多的困境，比这个严重的多都有，包括大萧条啦、越南战争啊，那都是多么惨痛的经历。而每一次我们都看到美国都能重拾意志力和毅力，恢复世界领先的地位，因此我们绝不能够忽视美国强大的反弹能力。而当下美国的反弹能力在哪里呢？从长远来看，美国手握4大优势。第一，美国社会吸引人才的能力强，在世界各地的移民源源不断的为美国注入新的激情。
第二，美国有遍布全国的创新中心，这些地方奉献了美国大部分的创新产品和技术。第三，美国的制度更加精简，企业更有竞争力。第四，美国的文化也鼓励传统开拓者勇于尝试新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中国和美国都是李光耀眼中的优等生，那欧洲的表现实在不能让人乐观。而李光耀给欧洲的这个评语是，欧洲陷入了这个衰退和分歧，有2个原因，一个是欧元存在先天的不足，另外一个是欧洲糟糕的福利制度。欧元区从1999年开始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9个成员国，人口的总数达到 3.3 亿。欧元是整个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工具，但欧元的问题是，只有货币的一体化，却没有进行财政的整合，因为财政本身就是货币的基石。如果没有财政整合，欧洲央行就难以协调欧元区国家的统一步调。这就好像一群杂牌军尝试听从同一个鼓手的命令，结果是什么？就是胡乱弹琴。而欧洲的另外一个问题呢，是高福利的制度。李光耀曾经在英国留学，他在上学期间在英国配了一副眼镜，没有花到1分钱，费用全部由英国的医保给包了。这是多么文明社会啊！他当时还喜出望外，但他越到后面就越发现这种制度有问题。比如说，他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财政的负担，他扼杀了企业的这个创新活力，他养了一批懒人。甚至高福利还造成了高失业率，因为这种高福利制度被滥用，一些懒人甚至主动申请这一个失业的这个救济，然后再多打1份工来挣点外快。所以李光耀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你还指望这样的欧洲国家去和中国、印度、日本展开竞争吗？那么，到底欧元的困境有没有解决方案呢？有，让欧洲人必须接受财政整合。可是呢，这已经不现实。那么，如果把欧元解体，可能吗？眼下看起来显然不可能。而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让欧元区的比较一些好的学生，比如说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继续留在欧元区，让那一些差等生，比如希腊和其他等等国家出局。这样做的情况下，或许欧元还有一线的生机。那么对于中国、美国和欧洲呢，就这样构成了李光耀观天下的地主三角关系。那这三角关系又如何决裂呢？李光耀说，这三者彼此合作，但又相互竞争，有时候还互相制衡。所以整体而言，欧洲终将成为配角。特别是当他在面对美国和中国的时候，还有未来也可能成为大国的印度。而在中美竞争，特别是在亚太的竞争，将会持续到21世纪的后期。而他认为在当下，中国人是无心取代美国人的，而西方的某些中国威胁论的观点，看起来是没有意义。所以总结这一部分，我们看到李光耀以他政治家的眼光分析了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经济体的变化，而他最关注的一组是三角关系中的中国、美国还有欧洲。中国和美国表现优异，但是呢，欧洲却陷入了衰退，并终将沦为大国竞争的配角。这也是第一部分小马想和大家分享的。而你本身对于李光耀所提出的人口、语言、传统以及贸易的4个指标有什么独特的看法呢？欢迎和我们分享。而下半部分也会和大家聊到新加坡的小邦大治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呢？而老邓小平又为什么会对新加坡的经验倍加推崇啊？想了解更多的朋友，我们下一期再见。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拜拜。